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原味生存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点个订阅，让我知道你们的喜欢跟订阅都是我出更多影片的动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鱼人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原味生存，那这一集是第9集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就是建造了这个铁匠，那这个铁匠的真面目呢，底下就是我们的铁巨人塔。那在前几天的直播呢，我稍微改造了一下这个铁巨人塔哦。首先就是把村民这个平台完全下修了一格，让村民在白天的时候也会受到惊吓哦。所以这样白天铁人塔也不会停止运行啦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把这个地方铁砖的收集改成了往上冲之后冲进这个漏斗，就像刚刚那样子，然后呢就会掉到这个木桶里面啦。那开始今天影片之前呢，先跟各位抱歉一下啊，我录这部影片的几个小时前突然鼻子过敏还挺严重的，所以今天这部影片你们应该会听到我有很严重的鼻音哦，再请各位多多见谅啦。好，那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我原本要在我们的村民繁殖场旁边盖一个村民的交易所，那我决定把这个交易所的计划延迟一下哦。因为我原本的计划是交易所要有全部附魔的村民，那这就代表我们把村民洗出我们要有附魔之后呢，我们要先跟那个村民交易一次，这样他的交易内容才会固定下来哦。可是呢，我们如果要洗30-40种附魔书，我们现在绝对没有这么多绿宝石。那我们如果要像之前一样用甘蔗或是木棒来换绿宝石的话呢，其实也是可以，但是这样我觉得效率太低了，而且这样我们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种甘蔗跟砍木头。所以呢，这一集我打算来盖一个简单的绿宝石农场哦。那相信各位都知道啊 1.21 已经改过了那个突袭的规则，已经改成要用喝药水的方式，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直接获得效果，然后触发突袭。我们这版的突袭触发需要一个东西叫做不祥之瓶哦。那还记得我们之前做经验塔那一集啊，我们有找到了一个少界塔嘛？我们今天先去那个少界塔一趟，然后呢，因为那个少界塔距离我们有一点远，所以我们先挖10个黑曜石过去，我们再去那边吧。这样我们才能在那里开一个新的地狱门哦。我们先来以前的这个岩浆湖这里挖10个黑曜石走。OK， 有了10个黑曜石之后呢，我们就先去上一次的那个突袭塔那里开一个地狱门吧。那个突袭塔大概在-3000跟正700的位置哦，所以我们就把高度拉到300多，4个烟火应该就可以滑到那边去了。OK， 来到了这个少界塔之后呢，我们先在跟它有一点点距离的地方，大概这个位置好了，我们来开个地狱门，这样比较方便我们之后的通行哦。那至于为什么不直接把地狱门盖在那个少界塔旁边呢？因为我今天想要来改造少界塔，把它做成一个不祥之瓶的农场哦。好，我们先开门，然后进去，希望这地形不要太烂。这个是哦，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个地狱门呢。啊，这是那个我们上次给青蛙吃挖光体的地方哦。哦，原来在这边啊。好，那先跟各位简单讲解一下，我们这个不祥之瓶的农场呢，我们的运作方式很简单哦。我们要把这周围清空，然后把那座塔中间放1-2只的铁巨人，让这周围生成的这个有没有？哎，这个是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塔生的，这个好像是单纯遇到流浪小队哦。反正我们要让它周围呢剩一大堆的这个掠夺者，然后他们看到中间的铁巨人就会往中间冲，然后再做岩浆的装置把他们弄死，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不祥之瓶啦。我刚刚他给我4等的哎。那由于这个附近地形稍微比较崎岖一点，因为它不是单纯的生在一个平原上面，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它效率高一点呢，我们可能会需要把周遭都清空哦。我自己之前算下来，我应该会在 Y 坐标190的地方挂机，我应该会把这个周围26格都给它挖空。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做一件事，我们要去地狱打凋零哦，我们需要一个烽火台哦。然后我印象中，我在上次直播的时候有看到附近有一个灵魂沙谷地形的地狱堡垒哦，我们稍微找一下在哪个地方，在那个地形刷凋零头速度应该会快蛮多的哦。哦，我找到了，上次就是看到这里吧。哇，这里的怪物生成量应该会蛮夸张的。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先站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，然后随时要换上我们的胸甲。主要比较尴尬的是，我们现在没有弓箭可以用哦。没错，我的弓箭已经要坏掉很久了，然后我一直没有东西去修它，所以我们可能要躲到这个堡垒的下方，然后尽量用近战武器去刷吧。下来这种地方，然后用近战来刷我们的凋零骷髅，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。
而且我们现在有非常强大的不死氪星舞哦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刷凋零骷髅是一箭一支的。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的运气如何啦，希望能早点刷到3颗头啊！哦，今天的第2只哦，运气这么好的吗？我才打第2只凋零骷髅哦，好，看来我们的运气在这一集就回归了，好不好？完了，我觉得好像话不能说太早我们第2只是掉头了，没错啊，但我后面大概又打了10几只了，然后就再也没有掉下一颗了。这样，哦，钻石好像运气用在奇怪的地方了。哦，这里超多只，这个该给我了吧？哇，这么多只哦，这么多只掉1颗头应该不难吧？都打大概20几只了呢，还没有掉下一个，真的假的？哦，第2颗头。来，直接第3颗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哦，真的！哦，我的天，好吧，那运气还是挺好的。我们用声控方式来获取了第3颗头哦，就算加上不是今天打的，我们也总共打了46只而已，46只就有3颗头，这运气应该是真的挺好的哦。好，那我们顺便把灵魂沙挖回家好了，挖4个。OK。那我们飞回家再回来咯。回到家之后呢，第一件事就先来打我们的凋零怪吧。我们凋零怪应该不用挑中介基岩底下那一种位置，我们就直接去地下，然后去很深的深板岩那一区，然后在那边挑战我们的凋零怪吧。我们就这个深度应该也够了，在这里挖开来，然后召唤一只凋零怪。运气不是这样用的吧？哦，11颗，没有很多，但有总比没有好。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才对啦，不用太担心哦。来吧，也没有弓箭可以射了，我们的耐久度几乎是见底。哦，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伤害 ？OK， 完全没有问题。凋零怪对我们现在这把剑来讲非常轻松。OK， 然后再来挖3颗黑曜石，5个玻璃，然后合成我们的烽火台。OK， 那接着呢，就是要挂铁人塔，挂一阵子，挂到我们有足够的铁砖为止哦。OK， 这样子的铁砖应该已经足够我们做完整的烽火台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先做一个介符盒，然后准备一下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所有材料，我们就去盖我们的不祥之品农场吧。哦，我刚刚在犯蠢哦，我没有仔细数那个铁砖的数量，根本就还没有到164个。我刚刚应该是把它想成什么136之类的哦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需要的材料啦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就先过去我们的哨戒塔再说吧。好，我们准备来动工这个哨戒塔哦。只是这个东西盖的时候会稍微麻烦一点。首先第一件事，我们要把这周边所有的这些小建筑都清空，然后我们可能在清除的过程中，会跟这些怪物打起来，然后难度上可能会有点高，所以我们换上胸甲吧，然后认真把这附近清空哦。这里所有的这种小装饰品，我们全部都要拆掉。是说我们有多带铁砖，那我先找一个帮手出来跟我一起打架好了，这样我应该会轻松一点。为什么没有召唤出来啊？是因为附近有草吗？哦，有了啊，交给他啦。这样我清除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应该可以安心很多吧？哇，这个羊毛我觉得我用烧的好了，对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快。这里很多都能用烧的。包括上次这个月灵的家，我们也直接给它烧掉哦。还好今天有捡到一个新打火机，我们才能这样子随意乱烧。主要拿来烧羊毛啦，因为羊毛这个东西挖起来真的有点太慢了，用烧的会比较快一点。然后打怪的部分就交给铁巨人啦。各位啊，用烧的效率高太多啦，有没有？整个速度就是不一样。铁巨人还健在，但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你该不会是卡住了吧？哇哦！你这家伙太夸张了，我的铁砖就这样子变成铁锭了，这真的太过分了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也要把
东西拆完了，然后我们没有带床出来哦，所以没有办法在外面睡觉，这是稍微麻烦一点的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不就是羊毛吗？啊，我把羊毛烧掉了，那我不就没有床了？哎，没关系啦，我还是去打了一点蜘蛛，做了一张床。我们先在这里睡觉，到白天比较好工作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要来把这个哨戒塔做一点改造哦。然后这个量实在是有一点多，打起来有一点烦。我觉得我们先躲起来好了，这样就好。然后我们接着呢，就是要来把这个哨戒塔拆一拆，晚点再来收拾残局，应该会稍微轻松一点。我们只要留这一个平台，还有下面的最后一个平台就好了。盖这个农场最讨厌的大概就是这里的怪很烦哦，所以我觉得我要再叫一只帮手出来帮我了。来吧，靠你啦！啊，我等一下会来修你哈，所以你不要担心。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先来把1楼也拆一拆吧。哎，不对耶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应该要先把烽火台盖出来啊，这样子我们等一下挖的时候就方便多了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用铁用太凶了吗？啊，我的铁居然不够哎！搞什么？我刚才不应该再叫第2只铁巨人了。好，我们看来势必是要回家拿一趟东西了啦。那晚点再回来，回家拿我们家多的铁砖。OK， 先这样就好了。哦，直接解一个成就哦，挖掘加速2，这样我们等一下在这里就方便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里整完地再回来吧。OK， 我们挖到这样子之后呢，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石板砖，然后石板砖呢，就是要拿来当我们的地板啦。我们先去铺2楼的地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3个东西给它打掉了。OK， 那我们就铺这个的下半砖，然后先抓到中心点，再拿一格。OK， 那我们就把这个原本的鹅卵石给它拆掉，然后盖上我们自己的下半砖，这样子到时候掠夺者就不会生在这个平台上面了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平台给它铺起来吧。OK， 那我们可以先在这里放上我们的第1只铁巨人，我们拿出我们的石砖墙，然后还有铁巨人的材料。接着呢，在正中心的地方给它放上4个石砖墙，然后我们先把铁巨人盖在这里好了，把这个这样挖掉。然后铁巨人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盖法，反正它到时候生成的位置会是在它脚的那一格铁砖上。OK， 这样就可以成功把铁巨人关住啦。那接着呢，我们下来1楼。1楼呢，我们的做法差不多，我们先找到中心点在哪一格。OK， 找到中心点之后呢，我们往外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外8格。然后让它变成一个9×9的正方形。我们先把这中间的地全部给它清空。OK， 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把半砖全部给它铺上去。那这样子掠夺者们就不会生在这个平台里了。然后，铁巨人，我需要外援，你跑去哪里了？快回来！在这边强烈推荐大家哦，盖这个农场的时候啊，真的要多叫一点贴身保镖，不然那个盖起来的烦躁度真的是蛮高的哦。OK， 那下层呢，我们一样在这个中心点放上铁巨人，在这放上铁巨人 ，OK， 然后把这个挖掉，铁巨人就会困在里面。那接着呢，我们要快一点哦，我们要在这里呢放上我们的收集装置，先把这个，先让这些掠夺者不会威胁到铁巨人的生命安全。啊！你们居然已经把我们的铁巨人杀掉了，我只是忘了东西回家拿一下而已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把铁巨人叫出来吧。我们先赶快把击杀装置做好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围上我们的砖墙，什么砖墙都可以哦，石砖墙啊、鹅卵石墙都行。反正我们先赶快围起来，这样我们的掠夺者就不会直接冲到里面把我们铁巨人杀掉了。OK， 那这样子，然后印象中我们只要站在正中心，这个就已经超出他们的射程范围了，对吧？没错，这个就是我们石板砖要铺9格的原因哦。这样子就可以同时有他们的仇恨值，但是他们的弩又发射不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接着呢，就是要把我们的击杀装置给它放出来啦。那以这里为例哦，我在这里已经放上了箱子，我们简单的来建造一下。我们先在这个箱子的旁边，这样子放上5个漏斗。
这样子5个漏斗，然后往中间接。接着呢，在这里放上3个栅栏门，栅栏门的上面先放3个随意的全砖。那我们这个栅栏门呢，围着这个全砖放一圈哦，包括里面也要放。OK， 那我们接着呢，在这个全砖的上方放上石板砖，那记得上面再铺一个石板砖，这样掠夺者就不会升在上面了。那我们把这个全砖拆掉，所有栅栏门都给它打开。最后呢，在旁边放上我们的杉木地板门，它会是一个4×7的正方形哦，大概会长这个样子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在角落倒上2桶水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半砖下方放上一个岩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只要是身在这一面的掠夺者，就会像这样子，有没有跑进来，然后被岩浆烧到。接着呢，它的掉落物就会掉进里面这个箱子啦。那我们先在4边盖上一样的装置吧。OK， 盖完了4边的击杀装置，大概会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重新把这里的铁巨人给它召唤出来啦。这样子至少等一下铁巨人出来后是不会再受伤的了。然后掠夺者们就会这样子在四周岩浆。那有没有看到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个不祥之瓶？大概就是这样子运作的哦。他们看到铁巨人就会有仇恨，然后就会过来自杀，大概就这么简单。OK， 那接着呢，我们这个刷怪塔其实已经可以算是完成了，只是我们为求效率最大化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做一个蛮疯狂的事情哦。我们要把这周遭的方块几乎都给它挖空。那要挖多大的范围呢？我们要从这一格开始算，第一格，然后往前算26格，26格大概是这样的范围。我们先把整个农场我们要挖的范围都给它框起来吧。OK， 那我们要挖的范围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大小，就是这个十字，然后呢画一个正方形，全部都给它挖空。那老实说，它真的不需要挖那么大，甚至现在不挖也可以运作了。只是我想要让我的效率提升到最大化，所以我挖的比较大一点。在这边奉劝各位啊，如果你们不想要花这么多时间，就不要挖，真的没有必要挖那么多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进缩时吧。OK， 各位，我们把这整个大大的正方形给它挖空了。那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铲子耐久度非常的微哦？我到最后面甚至还边挖边在那边打怪，然后修我的铲子。那最后一步，我们就是要叠到190的高度，大概190那里哦。那190只是一个我自己实测下来，我觉得效率会比较好一点的高度哦。所以我们就叠到正中心，然后190的高度再回来吧。OK， 我们因为今天没有带音架，所以我们今天先这样子，然后从这个地方我们一路叠到190的高度。OK， 190的高度到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再盖我们的挂机平台跟我们的屋顶，我们先简单的给它围一个3×3的平台出来就好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高度啊，理论上来说下面是会大量生怪的，只是我们这个高度应该是看不到底下的，只看到有烟哦。我们用灵魂出窍下去给各位看一下成果。OK， 那如各位所见，这里的生怪量其实非常的可观哦。因为我们现在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的关系，它只能生在我们半径128格的圆之内，所以它其实是生不到什么周边这种地方的。那也因为我把周边地形挖空的关系啊，它也没办法生在这原本的山丘上面了。它现在就只能生在这个塔的周围，然后会立刻看到铁巨人冲过来哦。OK， 那睡个觉，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这3分钟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多少不祥之品吧。这里有5瓶，这里也是5瓶。然后还外带一个垃圾，这里有6瓶哦。那最后这个地方是2瓶，所以3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大概获得了18瓶哦。这样1个小时大概会落在300瓶上下吧。那其实这个效率应该是非常够用了，我应该挂1个小时，我就暂时不需要再挂了。300场突袭，我们不知道要打多久哦。OK， 那我们最后就把这个丑丑的柱子给它拆掉，我们这一次的不祥之瓶农场就完工啦。各位看哦，我们只要稍微下去一点，它就会生在这种比较遥远的地方。
那这一种距离呢，它就有可能会看不到我们的铁巨人，所以就会卡怪，对，然后我们的效率就会越来越低哦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叠在那么高的地方刷怪啦。OK， 那我们这个农场就先到这里。接着呢，我们终于要进入正题了，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绿宝石农场了。那这次的绿宝石农场呢，它的范围真的很小哦，有多小呢？我们大概只需要7×7的空间就可以盖了。但是7×7只是理论上的最小空间啦。那因为突袭的怪有可能会生在洞窟之类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这一次我决定要盖在附近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跟这个村庄之间的这片海洋啦。OK， 那如各位所见，我们的突袭塔这次就这么小一个。那我们要的材料其实也很简单，我已经先把我们的蓝图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这次要准备的材料大概就是这些。那如果你们没有要盖在这种地方的话，你们其实可以无视掉那些石头、砾石跟沙。会有这样的材料，是因为我想要把我们的突袭塔盖成一个小小的海岛。对，我要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海上面自己生一个海岛出来哦，所以才会需要这么多的方块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海岛盖出来，然后再来跟各位讲这个农场要怎么盖吧。OK， 各位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小海岛啦。那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一次这个小海岛呢，我们底下是用石头当做支柱，再放上我们的砾石跟沙子。那其实可以全部都用砾石跟沙子的，里面不一定要放石头。只是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多的砾石跟沙，所以我们就采用了石头哦。而且这附近没有砾石山，如果一下要我们去挖大量的砾石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获得哦。那上面呢，我们留了一个5×5的水道空间。那还记得我说这个农场需要最少7×7吗？我讲的7×7只是因为我的收集水道是5×5，所以我们外面再给它多一圈就会变7×7。这一圈只要能让它生突袭的怪就好了。那接着呢，海岛上方我们用了一些枯灌木啊、甘蔗作为这个绿化的装饰，还盖了一棵简单的椰子树。那也在这个椰子树上用上了一个蛮特别的建材，就是我们的泥砖。那旁边放上了我们的陶罐做装饰，还有这个长不大的竹子，因为我们用线把它挡住了，所以它就永远是一个竹笋的样子哦。好，那接着呢，终于要进到我们今天的重点绿宝石农场。我们今天的绿宝石农场的建材，我们来准备给各位看一下。OK， 那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会需要的材料，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只要这么少的东西，再加上一只村民，我们就可以盖一个超简单的突袭塔。而且这里面有些材料还是非必须的哦，各位晚点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就马上去把这个突袭塔盖出来吧。好，首先我们来到小岛这里，这里呢有些材料是非必须的啊，是像这个砂岩，这个是我私心想要把这个材质换一下啦，我想要把它统一成砂岩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哦。这个完全不需要换的东西。OK， 那这一格呢比较特别，我们要换上我们的半砖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来盖我们的突袭塔吧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往下挖第3格，然后呢，我们这里面往内挖1格之后呢，我们在里面挖一个3×3的空间。那这个空间呢，首先这一格挖掉，我们在这里放上我们的堆肥桶，这个是给村民领职业用的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放上一个告示牌，这里放上一个水桶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在这个告示牌上面放上锅釜，然后呢，拿出我们的床跟船。首先床就是放在这里，这个床是要拿来判定成村庄用的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3格挖开，放上我们的储物箱，还有我们的漏斗，漏斗就接着这个箱子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挖了2格，站在这个地方，把船放在这个角。那我们自己坐到船上，然后去调整一下船的位置，把它往这个角落开，然后慢慢的按 A， 也就是往左走哦，把角度调整好，调整到大概正面这个床，但还是最靠右前方的时候，我们面对这边，然后按 Shift 下船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那我们这里还是点个火把好了，让它不要那么暗哦。OK， 接着呢，这里我挖开，这就是我们上去陆地上的出口啦。我们只要放上地板门，然后再放上一个简单的梯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那在我们开始运作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把一只村民抓过去我们的那个海岛。
所以我们先往上叠，然后用一样的方式把它一路拉到我们的海岛那里去哦。村民，我们飞过去吧，应该可以一次成功吧？不知道哦。我们到这个高度加一下速度，然后拉起来。请问村民状态还 OK 吗？哎，好像可以哦。有，一次拉到这个海岛来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要直接把它拉进这个水流哦。来，拉进来。OK， 拉进水流之后呢，我们先把拴绳弄掉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上船，然后进来这里。然后把这个船给它敲掉 ，OK， 这样村民就掉下去了。那没意外的话，他应该就会到下面的那个船上，然后坐到船上之后呢，还会领了我们的职业，应该会变成一个农夫哦。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然后因为他会在船的前方，所以他不会碰到身后这个锅釜哦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剩几件事就完成了。首先就是这里我要放上2个半砖，然后在这里放上1个告示牌。最后呢，就是在这个放上我们的岩浆，那再来另一桶岩浆要放在我们的锅釜里面哦。那我们这里再盖上一个地板门，到时候让怪物不要穿出这个锅釜来看到我们哦。OK， 那最后漏掉一个小东西哦，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有岩浆，已经很亮了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照明。我是打算在这里放一个灯笼，放在我们的椰子树下，这样子就够了。这个岛基本上已经是亮到不会生怪的了。那接着，其实我们这个土西塔已经完全完成啦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哦。那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使用方法。这个土西塔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它不能用掠夺剑，因为我们要砍这个怪物的关系啊。我们如果用任何的剑啊，就算你没有横扫之刃，它都会剑气扩散到这只村民上面去，所以这个村民迟早会死掉。那我们就不能把这边判定为村庄了。所以呢，要使用这个农场，你需要准备一个铁质以上的斧头，铁斧、钻斧、玉髓斧都可以，只要有铁斧的伤害，基本上就是没有问题的。接着呢，我们的使用方式很简单，我们拿一瓶不祥之兆，然后喝下去 ，OK， 它马上就会变成突袭之兆了，因为它判定我们现在在村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是等待这30秒过去。那我们这时候呢，就是站在这个箱子上方，然后各位记得不要蹲下，因为蹲下的话可能会让那个水流里面的怪物看到我们。所以我们就站在这里就好了。那接着呢，突袭就会开始倒数。等到突袭来了之后呢，怪物就会从上面的地方掉到这个水流里面。那进到这个水流后，他们会轮流坐到船上。我们只要拿斧头把他们劈死就好了。那再推荐给各位一个比较好的节奏啊，也就是我们让怪物烧个4、5下之后呢，再把它砍下去。那至于隔4到5下再砍下去，这个节奏呢，可以让幻魔者比较不会召唤出脑鬼来哦，这样你刷起来就会安全很多啦。那当然遇到女巫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点，可能要砍个2刀，因为女巫她会喝抗火药水，所以其实她是不怕这一个岩浆桶的哦。那只要你有把船的位置放好，基本上你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子，完全的无伤刷这个突袭。那有没有听到现在上面有个岩浆烧伤的声音哦？那个就是战牛正在被我们的岩浆烧，对，它是下不来的哦。那各位应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突袭塔其实效率非常的差，而且我们因为不能用掠夺的关系，我们能刷到的物资非常有限哦。但各位，这个突袭塔重点它的价值在于，它真的很便宜，很好盖哦。你们有看过突袭塔的材料耗材这么少的吗？这个东西的耗材，如果不算上我们楼上的装饰啊，这个大概是我们第1集就能盖出来的东西哦。只是用这个塔要小心一点啦，就是各位这个一定要对准，不要不小心砍到那个船上面去了，不然那个船被砍爆，村民就会吓得到处逃窜了。所以这个突袭塔就是效率偏低，然后你不能自动刷，你一定要手动在这里。所以以实际的效益来讲，它的东西不会那么多啦。但是优点就是你们在生存的非常前期就可以盖出来了，这大概是我目前看过最简单的突袭塔了吧。对，如果你们怕村民跑出去啊，其实可以在这一格再放一个地板门，然后这样盖起来，这样就算你真的不小心把船打爆了，那也只是变成村民没有坐在船上，然后怪物不会被船吸到上面，那你还是有办法蹲下去打到怪啦。哦，村庄英雄，我们刷完突袭了，那我再次重申一下。让他烫5下再砍下去，是为了确保我们可以一击必杀那个幻魔者。如果你没有一击必杀幻魔者的话，那幻魔者
就会立刻召唤脑鬼出来。那基本上你在这种密闭空间，身边跑出一堆鸟鬼，你应该就要悲剧啦。所以我是建议各位不管刷什么怪的时候，都养成这个烫5下再砍1下的习惯，这样就可以确保遇到幻魔者的时候100%击杀了。那这就是我们一次突袭刷到的战利品。其实绿宝石只有11颗，还真的蛮少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掠夺，而且我们刚才打的只是1级的突袭哦。但附加产品还有4个不死图腾，加上一些红石跟萤石粉。那加上平常不会找到太大量的马鞍，我觉得这样子战利品也还算不错啦。这样子我们就有基本的绿宝石量可以跟村民交易了。那如果你是在生存前期的玩家，你想要有一些绿宝石，或是安全的刷突袭拿那个村庄英雄的效果，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赶快把这个超简单的突袭塔给它学起来吧。好了，那我们的突袭塔就到这边盖完啦。今天的原味生存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。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在影片底下点个喜欢，点个订阅。那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这个频道。那有什么意见或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哦。那我是雨兰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